今天是周末，我家又要蔫悄的干活了。今天我们要做阁楼顶上这个保温，棚顶上面它铺的板儿里面就已经有海绵保温。那海绵呢是拿这样的海绵，今天我们家就要用这种海绵做一下棚顶的保暖。那它俩有啥区别呢？专业人士朵爸来给你们介绍。现在做内保温有这么两种材料，一种是这种黄色的板子，还有一种这样的传统这种本板。然后能看这种本板，它是这种小颗粒整的。在德国以前做这个房子内保温的时候，他们就用这种板子，那阵儿还没有这种黄色板子呢。这种板子它这个隔热效率要比这种泡沫板要高很多，因为它密度更大。你看这个小气孔，来对比一下，看这个。这个密度更大，这个密度就这个比较松散嘛，它的效果会更好，但这个价格也会更高。做这个阁楼保温的时候，像这个墙面，我这个墙面旁边就是另一个屋，我这块其实不用什么保温，所以这块我就用的是一般的。然后这个棚顶呢，直接就外边就是外界了嘛，我就用这个材料比较好的这个，用这个黄色的。在这个棚顶做保温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白色的泡沫，但是白色泡沫的话，德国建议最少是8到10厘米，说你怎么再次你也得达到5厘米那么个厚度。然后我们就想着阁楼们自己家就做好一点，就用这个黄色泡沫板。我这个只有3厘米，但它的效果会比那白色泡沫还好。再加上它原来它本身的外边就有保温，有一层这个镶的保温，算是保温吧，就是效果可能不太好，但是也算是有，所以我内部只要做成这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就开始干活，用的工具发泡胶、壁纸刀，但是我不用这个，拿这个刀，这个是当初买错了，买了一把这样的刀。这不是水果刀吗？这个这么大不是水果刀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切菜刀。对，德国的切菜刀。之前租房的时候把这个扔柜上都忘了，然后那个房东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薛先生，你还有一把大刀在我们这儿呢，我自己都急了，我什么时候有大刀了？”我一看是这个现在用来拉泡沫了，比壁纸刀还好使。还有就是我买错材料了，我本来买那个发泡胶嘛，放在一起的，一看这瓶都一模一样的，我也没注意就买来了。这是发泡的之类的这种东西，它的清洗剂，我喷出来一点儿，它是水的，然后就瞬间就把这个药给融化了。我一摸这块都软了，然后你看这块喷完之后，我拿手轻轻这么一碰，这东西就跟豆腐渣一样，就融化了。然后看一下这儿，做这个保温的时候，一定是所有的边儿，这个边儿。板子和板子之间的边儿一定要封死，因为你做保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考虑到是不只是隔热，你还要隔潮，就是你想想空气是不让过去的，如果空气过去，相当于你这个潮气会进去，里边就可能发霉有水什么的，所以一定要把空气都彻底隔绝了。所以永远都是这样打边儿，然后在板子上边画这样的信封，用来喷这个胶，喷成这个形。现在这个板子就是我之前实验了一下，能粘住，现在应该已经干了，现在劲儿还挺大的。这个板子全都粘完，把这个斜坡这一面全都弄完之后，我就会往上加地板，我就不想再用那个石膏板刷墙那样的了，因为地板本身它是好擦嘛，容易擦。这屋反正将来主要是我来用，我不用，好，我不咋用。看这儿，这块，这个是我的骄傲。哪个？这块，这个地方看着圆了吗？这是个月亮，这是我答应朵子的，说咱家要有一个月亮，我要打算把这儿做成一个月亮给朵子。因为你姑娘要月亮，你就要整个月亮，关键这房间你姑娘不用。那只要姑娘要得给。用之前先摇一摇。现在开始在这个板子上画信封。
为什么画信封啊？相当于把这个一块板子隔出来几个区域，互相之间是不透的。即使有一个区域坏了或者是透气了怎么样，其他区域也照样好使的。而这样呢，它粘的力量也比较强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一会儿。我觉得上这个板子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对，这玩意儿简单，抹上胶，打上钉，完事儿。给个大饼子狗都能干。这好费劲呢。给个表情，我看看你头。咱这视频别整成18禁的了，就拿个刀。你这有点像切西瓜，找印儿呢，在那块儿。找完印儿开始嘎西瓜了。表扬一下你自己。英明神武。这是我展示鞋顶的这部分保温就做完了。接下来要弄这面墙，这面墙用白色的泡沫铺。目前我家这个卷帘里头不知道卷帘安哪儿了。这块有水泥柱子，这个水泥的横梁它正常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卷帘，可是现在卷帘不知道在哪儿。很有可能他把这卷帘放在水泥横梁上边了，所以这块板子得拆开，看这个卷帘到这不事儿。先把卷帘处理完，才能继续把这面墙做保温。也还这面做完了，还有这棚顶，棚顶这个板得扣上，杆子扣这板儿，就得杆子把上边这个保温也做完。像我家做的这种内部保温，虽然它会占屋里的一定面积，但是呢，安全很重要。因为在德国，如果大梁这块有霉菌啦、长蘑菇了，那就要真是彻底完掉了。换一个房顶也是要花不少钱。一半的棚顶，我家今天做完了保温，用了大约半天的时间，效率还是很高的。铺这个很简单，都铺完保温以后呢，朵爸也在头前说过，要铺上地板，也就是地板上墙，这个也会有录视频。好，那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